国公主被定官陈塘，唯一真爱她之人也被万箭穿心而亡，母家被诛九族，重活一世，整治恶毒皇后，怒对无能昏君，鞭打悔婚渣男和白莲花姐妹。陈玉公主势必掀起这朝堂风雨。皇上，凤仪公主骄纵无礼，母无尊长，虽为公主，却无公主德行，还请皇上收回微臣与凤仪公主下个月大婚之命。皇上，凤仪公主在教养方面比起瑞安确实是差了些，这连丞相娶凤仪确实是为难了。皇家与连家的婚约是先皇钦定，朕无法收回先皇旨意。不过瑞安公主蕙质兰心，与莲香倒是良配，不如朕赐婚你二人，如何？皇上忘了，瑞安与百里世子有婚约在身，那就让百里延亲娶凤仪便可。严世昭，你色的什么东西？竟然敢在父皇寿辰宴上败坏本公主的名声！苏晨瑜，你疯了吗？苏晨瑜不搭理他，只是一边又一边的抽在连世章身上，每一下都用尽全力，只恨不得将他抽洗在这前身背上。来人，将凤仪公主拿下！你敢动本公主，就别怪这打龙鞭不长眼了。就算你有打龙鞭，也不能随意殴打朝臣，当真目无法纪。别说是连世昭了，就算是父皇犯了错，这打龙鞭也能打。你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？苏晨瑜再次甩头，鞭子擦着皇后的脸甩过去，在她的脸上留了一道不甚明显的痕迹。本公主外祖一家乃是开国大将李氏一族血脉，大于太祖赐予李家打龙鞭和丹书铁券来约束皇室。如今李氏一族镇守大禹边疆，更是功勋无数。本公主身来尊贵，更有先皇亲赐凤仪二字作为尊号，谁敢动本公主，就是谋逆犯上。陈瑜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大禹皇室的公主，你姓苏。你能坐上这皇位，不是因为你是皇室皇子，而是因为你娶了李家的姑娘。只要我是我娘亲所生，我注定是凤仪公主，但没有我娘，你可当不了大禹皇帝。我并非因你而尊贵，反倒是你因我而尊贵。朕是一国之君，你胆敢？父皇和皇后任由一个臣子诋毁当朝公主，甚至想出换婚之说，当真是昏聩了。所以本公主请出这大龙鞭，让皇上和皇后清醒清醒。苏晨瑜，朕是你的父皇，是因为手握大龙鞭，朕就对你没有办法了吗？父皇为了维护廉家，不惜败坏臣的名声，现在还来威胁臣。有你这样是非不分的皇帝，臣怀疑大禹国祚还能绵延多少年？陈宇，我知道你喜欢连丞相，今日听闻了连丞相拒婚一事，一时难以接受，不顾生病都跑出来了。可是你越这样，连相爷只会被你越推越远。你若是真心喜欢，应当成全连相爷。苏然，你自己犯贱，别带着我。不过本公主眼如明镜，确实是看不上连世昭这种恶心之人。只要你今日当着众人的面下跪求我，我就答应换婚。真宇，我是你的妹妹，你怎能如此侮辱我？哼，今日我不在场，你们就能自己决定换婚，不是在侮辱我吗？现在我可是在让你做选择，你跪还是不跪呢？真宇，你我同为公主，我确实是不如你尊贵，可是你连我们二人之间的姐妹情谊都不顾了吗？凤仪公主，微臣求您成全微臣与瑞安公主。苏然，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，你的泪眼在我这里一文不值。至于你那些姐妹情深的把戏，别演了。若是姐姐想让我跪，那我便跪，我受点委屈也无所谓。凤仪公主，你满意了吗？满意？满意什么？满意未婚夫婿当众换婚，换婚对象是臣的妹妹吗？还是满意他们在地上恳求臣成全他们？既然这是妹妹所求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今天是因为有所求才跪我，不是我逼的你，你明白了吗？总有一日，我会将苏晨瑜踩在脚底。外祖特意将打龙鞭交给臣，就是希望臣能及时的匡正前朝后宫。之后父皇、皇后有错，臣自然会尽应尽职责，不会让群臣看皇室笑话。说完了这句话，苏晨瑜直接走出了前正殿。真好，抽活一时，我定好好守护我真爱之人。放我出去！苏晨瑜真是愚蠢之极，相信了连世昭和魏景帝的话，暗中将百里家和李家的消息传递给他们，最终害得李家满门被灭。百里延亲为救他也被万箭穿心，现在出席苏晨瑜，李家将再无血脉可留。终究是错付了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您今日的药还没有喝呢，快趁热喝了吧。这药本公主喝了好几天了，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？这药要是没有效果，公主今日哪还能大闹前正殿？你似乎对本公主今日离开未央宫十分不满。公主，您自幼失去了母妃，多亏了皇后娘娘照拂，瑞安公主平日里对您更是多有照顾。您今天所做的事情是有些忘恩负义了。徐嬷嬷，长她的嘴。还有，这碗药给她喂下去。徐嬷嬷听到这里，立刻走上前压住了宁春，一巴掌直接打了上去。你这个，竟然敢打我！
你这个小蹄子，别忘了你是未央宫的人，你居然敢指责主子的行事，打你都是轻的。公主，奴婢对您忠心耿耿，绝对没有二心。苏晨玉一脚踹开了迎春，上辈子就因为自己身边的这些忠心的宫女，她和百里莲卿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。公主殿下，迎春平日里一心伺候您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就放过迎春吧。把她让到婉衣局，还有刚才为迎春求情的宫女一起送过去。公主殿下，奴婢们都是皇后派来伺候您的，您没有资格送奴婢们去婉衣局。来人，夏晴污蔑皇后娘娘教导无方，以下犯上，拖出去杖杀。没有人动，夏晴看着苏纯仪，脸上带着责任笑。哼，公主殿下这是病还没有好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呢？苏晨宇，你怎么如此暴烈？我落水得弊，前正殿连世昭请求退婚，皇后提出换婚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我很清楚，只是不知道父皇在这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呢？他怎么会什么都知道？朕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父皇最好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不然李家能助父皇坐上这龙椅，也能让父皇从这龙椅上滚下来。你疯魔了不成？父皇来的这么快，不知是哪个吃里扒外的奴才传的消息。你今天写的这些人，都是因为你们而写。以后你们再敢往我这里送一个人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皇上，这凤仪公主怎么跟转了心一样？还不是因为你太心急了。要不是因为换婚能出这么多事，还不是你弄出来的幺蛾子。皇上，你和臣妾都能等，诗然等不了。啊，百里延卿那人怎么样？皇上放心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走。只要苏晨仪嫁给了百里延卿，他就永远不会再有出头之日。陈瑜，我到现在我已经是油尽灯枯，这方面没什么用。若是能救你，是吗？不要死！住手！既然云嫔嫌弃艳遇，那就让她回未央宫吧。嫔妾有孕，身边正缺人手照顾呢。你肚子的孩子迟早是保不住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云嫔，可知附子草与杏花相克？你屋子里的杏花每日一换，附子草所制的补药也是每天吃。你觉得你肚子的孩子还能撑多久？不可能，补药是皇后娘娘特意让药司为我做的。杏花是瑞安公主当初提醒我说，杏花的香气有静气凝神的作用，对孕妇极好。哼，姐姐，我知道因为连世昭一事，你对我有偏见，但是你也不能在云嫔面前如此挑唆。只是闻杏花的味道，确实是看不出来。只不过等生产之时，就是你母子双亡之日。上一世，皇后陷害云嫔难产，导致母子双亡，苏瑞安可是起了关键作用。凤仪，你休要胡编乱造！你想说本宫要害云嫔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？捉贼还要拿赃，你现在无凭无据就来陷害本宫，那就劳烦父皇请的太医来为云嫔娘娘诊脉吧。来府去请赵太医过来。赵太医，先验药吧。回皇上，这药没什么问题。凤仪，你到现在还要狡辩吗？赵太医，你再为云嫔娘娘诊脉吧。皇上，云嫔娘娘脉象不稳，胎位似有不妥。赵太医，可能查出原因。附子草和杏花当真不相克？皇上还得从云嫔娘娘的衣食住行入手去查。至于附子草和杏花，以老臣目前知道的药理来说，并不相克。原来宫中的太医就是这个水平。凤仪公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你医药典早些是宫中御医撰写传到民间，宫外不少游医早就对药典进行增补删减，这附子草与杏花相克就在增加的注意事项中。赵太医自己无能，可别害了云嫔娘娘腹中裸胎。宫外那些游医用的药典，岂能当真？哼，父皇，云嫔肚子里怀着的是你的孩子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烟雨，走吧。放肆！烟雨是云嫔身边的宫女，你要带走就带走，可将云嫔放在眼中。烟雨本就是未央宫的人，凤仪公主习惯了烟雨伺候，嫔妾自然不会舍不得。赵太医，凤仪公主如此怀疑你的医术，你没什么话可说吗？凤仪公主说的对，确实是老臣医术不精，见识不够广博。赵太医，以后云嫔还是由你来负责，一定要保证母子无恙。至于皇后，你就不要再插手了。老臣领命。公主，您今天为何要救云嫔？因为云嫔够有一戏。上一世云嫔孕后期已经撼动了皇后在魏景帝心中的位置，若非喜遇难产，这皇后之位说不定能落到云嫔头上。这手段连太医都不知道，皇后费了不少心思吧？皇上，你有孝信臣妾。之前后宫有那么多的孩子胎息腹中，你敢说跟你没有关系？以前那些事情朕可以不管，但你要是再对云嫔和她的孩子动手，就别怪朕心狠了。魏景帝说完，抬脚就走，看他的方向，应当是去陪云嫔了。都是因为苏晨瑜，他之前在大殿上那样羞辱臣，今日又坏了母后的大计，不能轻易的放过他。本宫不会放过他的。母后，苏晨瑜就像转了性子一样，现在如此猖狂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他再猖狂，还不是要嫁进镇国公府，到时候自有人去处理他。要是那些人不敢对他动手怎么办？百里家的那位老夫人可不是什么善茬，过几日就是盂兰节了，百里老夫人也该出来走动走动，见见这位未来的孙媳妇了。还是母后聪明。皇后眼底划过阴狠之色，这一次她一定要彻底毁了苏晨瑜，才能抵消心头之恨。盂兰节在大禹王朝是比较重要的节日，上一世苏晨瑜被皇后害得病了1个多月，根本没有参加。这一次她身体无恙，皇后便提前派贴身宫女翡翠来通知她要参加盂兰节。公主殿下，盂兰节皇后娘娘在御花园设宴，4时开宴，凤仪公主可别忘了时辰。皇后以前可没这么提醒过。盂兰节事关重大，凤仪公主地位尊贵，奴婢亲自走这一趟是应该的。公主，老奴查到皇后娘娘派人在宫外寻找毒蜂，这一次还特邀了百里老夫人进宫。毒蜂？徐嬷嬷，你从安魏那边调2个武功不错的女子来未央宫。怎么不见凤仪公主？皇后娘娘都来了，凤仪公主竟然还没到，让咱们这么多人等着。凤仪向来爱是小性子，以后嫁进百里家，还请老夫人多包涵包涵。公主虽地位尊崇，但嫁入百里家也自当守百里家的规矩。皇后一大早就在这里造谣生事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这时间提前，皇后也不派人来通知臣吗？奴婢可是亲自去未央宫通知的公主，公主来迟可别冤枉奴婢啊！来人，话都传不清楚的人，我看也不必留在母妃身边，拉去我一举。皇后饶命呀！大家不要为这等小事少了兴致，本宫为每一个人都准备了香包，都来带上吧。等所有人都带上了香包，时辰也不早了，魏景帝那边已经带着男眷来御花园赏花了。本宫也不拘着你们了，都散了吧，各自去赏花。事情办妥了吗？娘娘放心，晨瑜公主今天不可能活着从御花园出去。一阵风吹过，整片杏花林中杏花纷飞，隔着层层叠叠的杏花在空中飘着。公主殿下，没想到今天世子也来了。公主不希望我来吗？没有，只是想着世子以前从不出席各种宴席，没想到今日能在这里遇到世子。昔日本想着来见公主一面，想问公主一句，是否真的愿意嫁给我？若是公主当时是被形势所逼，我可以主动跟皇上。百里延青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苏晨瑜打断了。我愿意的。百里延青想问他为什么愿意嫁给自己，明明之前他那么喜欢连世昭，可是现在听到苏晨瑜愿意嫁给自己，那么其他的都无所谓了，真情也好，假意也罢，他此生只认定苏晨瑜一人。有马蜂啊，快跑！御花园里怎么会有马蜂？要是被蛰一下，可就完了。世子爷、公主，属下在后面挡着，你们先走。没事，不用担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害人者只会自食恶果。母后，救命！马蜂都在追着我跑，快去救瑞安！皇后拿着香包就冲了过去，突然围绕在苏瑞安身边的马蜂都散开了。看，皇后娘娘的香包能驱赶马蜂。瑞安，你没事吧？母后，我肚子好疼。天哪，瑞安公主这样子，怎么像是小产了？苏瑞安的事露馅了，众人七嘴八舌的轻声讨论。快把瑞安身上的香包收了，再请太医过来。看来香包被做了手脚，皇后这是要借马蜂害人，可是没想到害了自己的女儿。盂兰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朕一定会彻查到底，都退下吧。凤仪，今天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？父皇，
皇还真是奇怪，明明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事情与谁有关，可你却偏偏来指责我，不觉得可笑吗？皇后不可能做这种让自己颜面尽失的事情，是你，都是你。过了今日，你让别人如何看朕，又如何看皇后？经历了上一世的事情，苏晨瑜对魏景帝早已失望。可是听着他此刻的质问，苏晨瑜还是觉得无比心寒。皇后娘娘想用马蜂算计凤仪公主，凤仪公主运气好，没有出事。皇上现在是觉得始作俑者无错，被害的人没有老老实实的被害，才是大错吗？百里延青，这是朕的家事。凤仪公主是朕未来的夫人，她的事就是臣的事。凤仪，臣妃在你幼时便离世了，皇后对你照看有加，你现在对皇后恩将仇报，还是人吗？自从阿娘去世，未央宫独留儿臣一人，若非外祖常年照看，只怕儿臣根本活不到现在。而你口中对我照看有加的皇后，却亲自下令赵山来将儿臣带大的乳娘，恩将仇报，请问恩在哪里？凤仪，你现在和皇后的关系闹得如此难堪，以后在百里家要是受了委屈，谁还会为你撑腰？皇上，臣不会让凤仪公主受一丝一毫的委屈，自然也轮不到皇后为凤仪公主出头。你现在说这些，不还是因为她是朕的女儿，是大禹的凤仪公主？臣对凤仪公主的好，从不是因为她是大禹的公主，只是因为她是臣女而已。好，那朕就看看你以后对凤仪能有多好。刚才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你嫁给了我，我一定会对你很好。苏晨瑜笑了一下，的确，上一世的百里延青对他好到了骨子里。若你要娶的是苏瑞安呢，你也会这样对她吗？若是瑞安公主，她会在京东享有镇国公世子妃该有的一切。听了百里延青的回答，苏晨瑜轻松了许久。原来自己在百里延青这里真的是特殊的。公主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我的母亲？听说镇国公夫人一心向福，在府中的别院清修，已经有10几年没有出现在人前了。清修？我一出生，我的母亲就想要杀我，为了防止母亲再次伤害我，父亲才让母亲一直关在别院。公主，臣是想要告诉你，这件事你没有做错，只不过有的人不配为人父母罢了。你说的对，何必为了那些不值得的人伤心？是他对不起我，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他的地方。公主，臣该出宫了，你就等着臣来娶你。皇后娘娘，公主无事了。瑞安身上的风毒可解了吗？皇后娘娘，公主只是被普通的马蜂所蛰，并无蜂毒。普通的马蜂？我让人放在御花园的都是毒蜂，怎么会变成普通的马蜂？公主腹中的孩子如何了？皇后娘娘放心，臣等竭尽全力保住了这个孩子。瑞安，你有身孕的事情，可曾告诉过其他人？没有，这种事情儿臣怎么会到处说呢？母后怀疑苏晨瑜知道了你有孕的事情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知道？瑞安，有人把毒蜂换成了马蜂，而且换了你身上的香包。难道是有人背叛了儿臣？这件事母后会继续查，这段时间你就好好养着身体。皇后刚刚说完了这句话，殿门就被打开，魏景帝大步跨了进来。纯父，你今天做的事情让朕丢尽了脸面。父皇，你贵为公主，未婚先孕，与其让你出去丢人，还不如打击你算了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你把事情闹成现在的样子，要怎么收场？让朕废了你的皇后之位吗？皇上，您在这个时候废了臣妾的后位，那就是坐实了这件事，臣妾怎样无所谓。可是您在群臣面前确实丢脸。这还要你来提醒朕？要不是考虑到这些，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安稳地待在这里吗？皇上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将这些事都推出去了。皇上尽可以将这些事交给臣妾。行，这件事你要是不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你的后位也就做到头了。盂兰节一事，皇后过了好几日才给出了解释，无非就是宫人没有注意到杏花林中有蜂窝，已经重罚了负责御花园的公主。而苏瑞安对外只说是魁省人，想要遮掩过去，可是在私底下，当日在御花园发生的事情已经传遍，苏瑞安已经彻底沦为京城的笑柄。连家本以为换婚之后能让自家的地位更上一层，没想到先是连世昭被打，现在苏瑞安出事，连家又被牵连。世昭早知道是这个样子，还不如娶那个苏晨瑜。母亲，瑞安肚子怀着的是我的孩子。她贵为公主，未婚先孕，可见也不是什么干净的人。瑞安是皇上和皇后最疼爱的女儿，我娶了瑞安，皇上绝不会亏待我的。你懂什么？你知道我最近都不敢出门吗？那些夫人见了我都在笑话我。苏瑞安简直就是个丧门星，谁娶她谁倒霉。那母亲想怎么办？再去换婚吗？太后宣我明日进宫，她老人家的意思也是想要再把婚事换回来。凤仪啊，今天青儿进宫，特意让你们两姐妹说说话。连青是连世昭的妹妹，今天连夫人进宫的时候，将连青也带来了。凤仪公主，你许久没有来连府找陈女玩了，最近在忙些什么呢？你这是惦记着本公主，还是惦记着本公主给你带去的东西？公主殿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本公主与瑞安换婚的圣旨早就宣了，如今本公主与你连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以前只当你连家门风清正，肯定会将本公主的东西如数奉还，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竟是一点归还的意思都没有。连夫人愣住了，脸皮开始放。她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苏晨瑜以前送给她的东西都很珍贵，她不想还。凤仪，正好哀家今日跟你说一件事，这东西也不必还了。太后这是何意？哀家知道
你向来喜欢世昭，你是哀家最疼爱的孙女。只要今天把话说开了，哀家就让皇上下旨将婚事换回来。又要换？怎么？父皇的旨意如此算不得数，可朝令夕改吗？哀家也是心疼你和世昭，大可不必。从连世昭要退婚的那一刻开始，儿臣对他就没有任何的窝念了。之前是你要死要活的求了先皇赐婚，哀家只是在维护先皇的旨意罢了。那上次父皇下旨换婚的时候，怎么不见太后娘娘出面维护先皇的旨意？你放肆！谁容许你这么对哀家说话？臣妾听闻母后身体抱恙，特意前来看望。只不过看母后现在的样子，一点都不像是抱恙的样子。皇后几乎是闯了进来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内容。太后和连家竟然瞒着自己，想要将婚事再次换过来，就丝毫没有考虑过瑞安吗？皇后的到来彻底打乱了太后的计划。你不是在照顾瑞安吗？母后，现在这里的都是自家人，臣妾有什么话也就直说了。瑞安怀了连世昭的骨肉，你们现在觉得丢人了，当时怎么没有管好连世昭呢？皇后娘娘，世昭是男子，根本无法靠近后宫。若非瑞安公主有意勾引，他怎么可能跟瑞安公主有孩子？皇后一巴掌扇了过去，这一巴掌用尽了全力，连夫人被打得摔在了地上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对本宫无礼了？本宫是大余的皇后，瑞安是大余的公主。若非连世昭用那卑劣的手段让瑞安有孕，你以为本宫能同意她换婚吗？皇后，你别忘了，你也是连家的人。母后，臣妾先是一个母亲，才是其他的身份。你们敢对不起瑞安，就别怪本宫把连世昭从他的丞相之位上拉下来。还有连青，他和纪国公世子的婚事也别想继续。别说连夫人，就连太后也被皇后的话吓到了，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收场。连青瞬间着急了，连青和纪国公世子的婚事，若非有皇后从中周旋，根本定不下来。皇后娘娘，刚才母亲和太后娘娘只是玩笑，您可别当真了。苏晨瑜看了一眼连青，他为了自己的婚事还真是什么都敢说。不过纪国公世子可没有他想的那么好。苏晨瑜看了一场好戏，也到了自己出场的时候。皇后娘娘一见慈母之心，儿臣也不愿意再与连家有任何关系。这婚事已经没有再变的必要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婚事就不必再变了。皇后，你这段时间就好好照看瑞安吧，可别再出什么岔子了。那臣妾就不打扰太后娘娘了。皇后没有再多留，转身便离开了。哀家老了，一个个的都不听话。凤仪，你当真是宁可嫁给一个残废，都不愿意嫁给世昭吗？太后娘娘还请慎言，百里延青的双腿是为大鱼征战而生，你说他是残废，不觉得于心有愧吗？还有，儿臣此生已经认定百里延青，非他不嫁。好得很，哀家倒是要看看你和百里延青能走到哪一步。这就不劳太后娘娘操心了，儿臣告退。太后气得头昏目眩，整个人往后倒去。连夫人立刻冲上前去扶住太后。窦嬷嬷，你快进来看看太后。母后，您到底什么时候帮儿臣收拾苏晨瑜啊？苏晨瑜现在每天都不出门，母后暂时还没有寻到机会。母后，你就看着儿臣被他欺负吗？谁敢欺负瑞安，哥哥帮你报仇。皇兄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，瑞安要被那苏晨瑜欺负死了。你现在还怀着孩子，可得小心一点。苏景威已经知道苏瑞安的事情，虽然气恼苏瑞安未婚先孕，但到底还是心疼妹妹。那个苏晨瑜现在像变了个人一样，难缠得很。今天儿臣来的时候，发现林雨又去给苏晨瑜送东西了。林雨的那个爹一向照顾苏晨瑜，他的确是经常给苏晨瑜送东西。怎么了？若是让人发现苏晨瑜和林雨之间有私情，会怎么样？林雨每次都是在外面的，连苏晨瑜的面都见不到，怎么可能有私情？哼！母后，这些事情别人又怎么会知道呢？人只会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。他把瑞安害得这么惨，那我就要让他的名声烂到谷底。公主，这是镇国公府差人传来的信，书是百里世子亲自写的。这是百里世子亲自写的。最近天气不错，百里公子请公主去郊外赏花，也是一番心意。公主可要出去走走。最近让你派人跟着纪国公世子，可有什么消息？纪国公世子最近常去芙蓉酒楼，那个人可还在外面等着？那就跟他说，本公主不愿意去踏青，听闻芙蓉酒楼最近上了不少新菜色，想去芙蓉酒楼尝尝。徐嬷嬷按照陈瑜所说的去规划，等徐嬷嬷回来的时候，发现苏晨瑜竟然开始收拾起东西来了。公主，您就算是答应了，也不用这么早开始准备呀。我今天晚上要出宫一趟。今天晚上出宫？对呀，还得麻烦嬷嬷帮我遮掩过去。那公主要注意安全。深夜，镇国公府的北院，主院的灯依旧亮着，百里延青手持一本兵法在看。是我。听出了苏晨瑜的声音，百里延青的杀意顿时就消散了，随之而来的紧张。公主，我刚刚没有伤到你吧？没事。公主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发生了何事？今天我收到了你府上的人给我送来的信，约我出去踏青。公主，我从没写过信。我当然知道了，百里世子最懂礼数，
怎么可能会突然约我出来踏青呢？所以只能本公主亲自出来约百里世子踏青了。苏晨瑜的话瞬间打破了刚才紧张的氛围，百里延青一改刚才严肃的神色，有些无奈的开口：“公主想踏青是假，钓鱼是真吧？光是踏青赏景有什么意思？钓个大鱼才能对得起我今晚冒这个险来。那公主需要微臣配合什么？陪我看戏就行。公主之命，微臣莫不遵从。我收了那封信，送信的家奴就往太子府那边过去了。你这郑国公府可都快漏成筛子了。这不是我的郑国公府，是百里老夫人的郑国公府。”百里延青的话语中带着几分凉薄之意，他将一枚玉佩递给苏晨瑜，拿着这个玉佩，公主以后可以在北园自由活动，不会有人多说半个字。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百里世子期待着本公主下一次夜探国公府呢？若非特殊情况，公主还是不要出宫冒险。苏晨瑜看着百里延青咳嗽的模样，有些疑惑。按理来说，百里延青只是双腿有伤，并不会对他的体质有太大的改变。但是在他的记忆中，百里延青的身体情况一直不是很好，这就不太对劲了。延青，徐嬷嬷精通医术，过2日出门的时候，我带着徐嬷嬷，正好给你看看，如何？百里延青以为苏晨瑜是在意自己的双腿，脸上神色瞬间的暗淡。没事，北院里有大夫一直在治疗我的腿疾。公主放心，现在距离大婚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一定能在大婚前站起来。苏晨瑜没有再劝，过2日直接让徐嬷嬷为他诊脉，便能知道他的情况。那好吧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我要先回宫了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陈瑜离开之后，百里延青的视线落在了自己的双腿之上，眼底满是厌恶。若非是自己站不起来，怎么会让公主冒险夜探国公府呢？2位贵客正午过来，南门炎热，喝杯凉茶吧。我就不喝了。咱们芙蓉酒楼的凉茶可是出了名的，你要是不喝一次，可就可惜了。徐嬷嬷，一路过来你也累了，喝杯凉茶谢谢吧。苏晨瑜都发话了，徐嬷嬷自然不会再推拒，端起茶喝了2口就放下了。这雅间里是点了熏香吗？是沉水香。沉水香很是昂贵，不愧是芙蓉酒楼啊。让贵客满意就好。主子，老奴肚子有些难受。那麻烦这位伙计带你去如厕吧。这茅厕有些远，您别在意。多走几步路而已，不碍事。与此同时，在天字号雅间的苏晨瑜已经昏迷过去。林公子，您自己进去吧。掌柜的，今天还是我之前常用的雅间。天字号雅间，对吧？我带你们上去。不对啊，里面是不是有人？我听着好像有什么声音。里面传来若有似无的闷哼声，听得外面的人有些脸热。天字号现在不应该有客人在里面，我倒是要看看光天化日谁这么不要脸。你们这么多人聚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天字号雅间的客人，我家主子在里面，你们怎能随意进去？这不是凤仪公主身边的嬷嬷吗？难不成凤仪公主现在在里面？没想到这凤仪公主玩得这么开。雅间里面已经有客人了，你们不能随意进去。你胡说，这天字号雅间没有被定下。难怪之前凤仪公主看不上我，原来是有了私通的人。连丞相，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这里面……这好像是济国公世子吧？他在和一个男子在一起，感觉自己的眼睛都要瞎了。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怎么这么吵？凤仪公主，你怎么在第4号房间？刚才徐嬷嬷可是说你在天字号房间呢。啊，徐嬷嬷刚才有事离开了，本公主才发现记错了雅间的名字，延青定的是第4号雅间，这不就换过来了吗？百里世子也在。当然，本世子邀请凤仪公主出宫游玩，怎么会不在呢？济国公不过出门几日，陈世子这又犯我毛病，看来国公夫人没有好好看重你啊。百里世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，你们连家嫁女儿，夫婿情况都不查了吗？济国公世子居然和一个男子在芙蓉酒楼颠鸾倒凤，还被自己姐夫连世昭当场捉住，真是把家丑外扬，让人看了好大一个笑话。公主，菜凉了，还是趁热吃吧。徐嬷嬷，快来这边吧。他们真是混蛋，用公主的名义约我出来，又用世子爷的名义约公主出来。要不是公主聪慧，不然中了他们的奸计，我现在可就完了。他们既然想要捉奸，那我当然不能让他们失望了。公主，世子爷，臣晚上还要当值，就先走了。嬷嬷，你帮延青看看他的身体情况吧。百里延青下意识地将放在轮椅扶手上的双手收回。不用麻烦徐嬷嬷。不麻烦，把脉很快就好了。徐嬷嬷伸出手要为百里延青诊脉，但百里延青还是不愿意。延青，你这是不信我，还是不信徐嬷嬷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……没有什么只是。嬷嬷，诊脉。脉象有什么不妥之处吗？没什么，就是郁结于心，平日里多出来走动走动，对心情也好。徐嬷嬷只说了这一点，但是苏晨瑜知道，徐嬷嬷肯定是有话不能当着百里延青的面讲。你看，这不是没什么事吗？既然嬷嬷说了，让你多出去走动走动，下午我们去郊外踏青吧。好。一行人离开了芙蓉酒楼，坐着马车前往郊外。而此时，关于济国公世子有龙阳之好、断袖之癖的消息也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传遍了京城。你们是怎么回事？这马要是不小心撞到我们怎么办？这位姑娘，你可别不讲理！你们突然改过来，我这马都被你吓一跳。这京城也是天子脚下，你当街纵马行凶，还在这里倒打一耙。
顾儿，我平日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刚才自己走路着急，没注意看路，怎么还怪起了别人？你们可有说上？这个小哥驾车很稳，没有伤到我们，反倒是我们唐突了。岑顾还不道歉？少女有些不满，但也不敢反驳母亲的话，只得向苏晨瑜道歉。就在岑顾抬头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坐在马车里的百里延青，眼底闪过惊艳之色。这天底下竟然有长得如此好看的人，既然无事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你认识刚才的女人？是新王妃，祭祀大典就在几日后，各地藩王进击。没想到这新王妃如此低调，只带着女儿和一个丫鬟就出来游玩了。苏晨瑜的眼神划过百里延青的双腿，若是徐嬷嬷无法，那么信王妃就是他唯一的希望。祭祀大典这段事，京城也比较乱，公主要小心些。百里延青这句话意有所指，苏晨瑜明白了百里延青的意思，笑而不语。这京城的水越浑，反倒是越适合他的谋算。前面那里是游船吧？前面那湖中央上面有一棵100年的老树，据说不少已经定亲的男女都会去那湖中央，在老树上系红绸，祈求幸福美满。那我们也去吧。好。苏晨瑜趴在扶手上看着湖边的风景，微风吹拂，阳光倾洒在苏晨瑜的脸上，让百里延青生出了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。延青，你看湖里有鱼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们常来。那你陪着我吗？公主以后想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延青，有你陪在我的身边，真的很好。被苏晨瑜的笑容感染，百里延青的嘴角也慢慢上扬。到了湖心，苏晨瑜拿过了百里延青手中的红绸，和自己的红绸系在了一起，然后一起系在了树上。下一次，我一定能够和你一起系红绸。延青，我不在乎你能不能重新站起来，我在乎的是你能够永远陪在我身边。我此生只愿能与你朝朝暮暮共白首。我百里延青绝不负你，此生只愿与你携手共度风月。白首到。树上红绸在风中飘飞，仿若是神明听到了他们的愿望，给予了他们最盛大的祝福。哟，这不是凤仪公主吗？没想到公主今天竟然如此有雅兴，和世子爷出来游玩。看着连青那一副笑容甜美的样子，苏晨瑜估计他还不知道陈月的事情。而和连青同行的是纪国公嫡女陈淑柔。陈淑柔和苏晨瑜记忆中的样子一模一样，永远都是那么的虚伪。公主今日特意带着世子爷来游湖，树下祈愿，也是为了让世子爷安心吧。毕竟世子爷现在的身体情况确实不容乐观。连小姐，你还是闭嘴吧。毕竟以纪国公世子现在的情况来说，你才是得好好求一桩美满的婚姻。公主殿下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陈小姐，陈世子和男人颠鸾倒凤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你难道还想瞒着？经过了苏晨瑜的提点，围观的人都开始议论起了陈月的事情。陈淑柔只听到了几个字，脸上一片惊慌之色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了？连青，你当真是心甘情愿嫁给陈世子的吗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徐嬷嬷把陈世子在芙蓉酒楼和男子缠绵的事情一一给连青说道，每一个连青都能听得懂，可是合在一起他又听不懂了。什么叫陈世子和男人纠缠？什么叫做整个京城都知道了陈世子的事？这一刻，连青爆发了，他拉住了还想隐瞒的陈淑柔。淑柔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事？陈淑柔想到陈月的事情已经众所周知，也没什么隐瞒的必要，便直接甩了脸。连青，你能进我们国公府的门，就是你的福气。看着陈淑柔离开，连青眼前一阵眩晕。世昭，你当真是亲眼所见？母亲，不止儿子亲眼所见，那么多人都看到了，青儿的婚事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纪国公是我们连家能得罪的吗？别说是有龙阳之好，就算是个废人，这桩婚事也不能作废。本来连世昭的丞相之位，也是先帝怕连世昭官职太低配不上苏晨瑜，这才内定了连世昭为丞相。这些年来，他并没有什么政绩，早就有人不满。之前接近苏瑞安，那是连世昭觉得苏晨瑜帮不了自己了，想要借助皇后和太子之力坐稳这个位置。没想到苏瑞安出了事，导致现在他也跟着受连累。要是连青和陈月的婚事生变，再失去了纪国公府的帮助，他恐怕就完了。对，这场婚事绝对不能变。延青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啊？脉象不太好，若是能够拿到药方，应该能看出来更多。老奴目前只能看出世子爷的心脉被药物所损，长期使用就算站起来，也时日无多了。眼泪在苏晨瑜眼眶中打转，他想起来上一世自己嫁给百里延青的那一天，他是站着来迎亲的，他不能用残废之躯来娶自己。嬷嬷，有什么办法吗？公主，你别着急，世子爷应该是喝了没多久，现在要找到药渣，老奴才能对症下药。可是婚期将近，延青他……公主，林侍卫出事了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是神机营的副统领刘达举报林侍卫和公主有染，现在皇上让你速回未央宫。苏晨瑜眼底浮现冷意，没想到皇后还是不死心，还留了一手。烟雨，这件事可传到宫外了，你跑一趟林府，让林统领入宫，一定要快。是。皇上，臣自次属实，不敢有半句假话。凌玉与凤仪公主私通，罪不容诛，还望皇上明察。
刘副统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与公主？皇上，臣与公主绝无半点私情。皇上明鉴。林雨，后宫里有不少人看到你常来未央宫，今日更是在你的房间里搜出了凤仪公主的发差和她写给你的情诗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皇后娘娘这个时候倒是大公无私起来了。之前瑞安公主出事的时候，怎么没见皇后娘娘抓了连丞相审一审呢？云嫔，你不要因为凤仪公主上次帮了你，就在这里为她说话。嫔妾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公道话，皇后就如此生气，果真不是自己亲生的，就毫不在意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凤仪怎么还没有回来？儿臣出去游玩了一日，没想到未央宫就变得如此热闹。这些拉杂的东西你自己看看。皇后这是要和儿臣介绍诗词吗？苏晨瑜，你别在这里装傻，这些情诗不都是你写给林雨的吗？皇后以为苏晨瑜会着急的辩解，没想到苏晨瑜只是问了一句：父皇这是派人去搜了林府？当然不是，这是在林雨侍卫所那边的住处搜出来的。这情诗的字迹还真是仿得惟妙惟肖，林侍卫当真是心大。这些情诗最远的日期标的是半年之前，他竟然将这一叠情书藏在人多眼杂的侍卫所。林侍卫会这么蠢吗？或许林雨就是想有空的时候就看看呢。外臣私通后宫是喜罪，林雨是神基因统领的嫡子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做出这种自毁前途的事情，就算是蠢笨如刘副统领，也做不出来这种事吧。他无非就是觉得自己是统领之子，别人就算发现了也不敢说什么。公主现在如此维护林雨，不就是因为和他有私情？凤仪，这发差和情诗是不是你的？父皇，儿臣手事很多，区区一根发差又怎么会记得呢？这发差上又没有刻儿臣的名字。公主这是不承认？死无已见，谁能证明这是儿臣的东西？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这根发差的确是凤仪公主以前最喜欢的，可是自从半年前就不再戴了。哼，看来不是不戴了，而是送给秦王了。皇后娘娘，儿臣是大禹的凤仪公主，林雨是大禹神基因统领之子。你要知道，你今日诬陷我二人有私情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皇后听了苏晨瑜的话，没有什么反应，只当他还在负隅顽抗。但是魏景帝听懂了苏晨瑜的意思，神机营有护卫皇城之职，若有一日大禹有难，那神机营就是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。若是此事真的诬陷了林雨，那林家往后当真会对自己这个皇帝毫无芥蒂了。就在皇帝左右为难的时候，有宫人来报：皇上，神机营统领绫罗锦求见。皇上，犬子之事臣已经知晓，若是犬子当真犯下大错，臣愿辞去神机营统领一职，以谢天下。林统领当真愿意以神机营统领一职做担保？臣所言绝无半句虚词。蠢妇！魏景帝恨不得把皇后的脑袋敲下来。他本来还想要安抚林若金，现在皇后把话说死了，他还能怎么办？若是今天定不下来苏晨瑜和林雨的私通之罪，该如何解决这件事？凤仪，你说这发差不是你的，那是谁的？这发差是从林侍卫的处所搜出来的，儿臣怎么知道是谁的？皇后娘娘，臣的母亲的生辰快到了，这是臣为母亲准备的生辰贺礼。双方僵持不下，反正苏晨瑜不认这根发差是自己的。你不认发差，那这情诗呢？这情诗并非儿臣所写，儿臣为何要认？这情诗就是你的字迹，难道你还能不认？皇后娘娘大可以与儿臣的字迹对照，看看是不是儿臣所写。皇后能找人模仿苏晨瑜的字迹，自然是有她以前临摹的字帖，但皇后担心苏晨瑜不认，便说道：既然凤仪如此信誓旦旦，那你就在这里向众人展示一下你的字迹，如何？被笔墨纸砚。很快，东西就都放在了苏晨瑜的面前。父皇和皇后当真要儿臣当众书写吗？苏晨瑜的这个态度，在皇后看来，那就是心虚。凤仪公主现在后悔也来得及。魏景帝看苏晨瑜还不动笔，有些不耐烦了。凤仪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苏晨瑜执笔，直接选了一张最新的情诗，临摹下来。搁笔之后，陈公公立刻将2张纸都呈给魏景帝，看着魏景帝瞬间阴沉的脸色，皇后心中得意，这下子苏晨瑜要露馅了吧？下一秒，魏景帝将2张纸愤怒地甩到了皇后身上。皇后，你自己看吧。皇后不明所以，但是在她看完2张纸上的字迹之后，神情立刻就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朕还想问你呢，怎么会这样？苏晨瑜拿起另外一张情诗，抹撒着纸张。父皇，写情诗所用的纸张是棉莲宣纸，这种纸张3个月前才传入京城，可是这情诗却是半年之前的。听到苏晨瑜的话，魏景帝看向了他，眼神中带着一种审视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？父皇，儿臣一眼就能看出纸张的问题，但凡您稍微耐心仔细一些，都不可能发现不了。父皇，您凭着一根从哪里来的发差，和一叠不知道是谁假造的情诗，就来兴师问罪，到底是担心儿臣有私情，还是希望儿臣有私情呢？魏景帝被质问的说不出话来，他就将矛头指向刘达。刘达，你诬告林雨和凤仪公主，到底是什么心思？本以为的定局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翻盘了。刘达已经彻底慌了心神，他下意识地将目光放在皇后身上。刘达，你到底是怀的什么心思？你可知道诬告公主私通是灭九族的大罪？刘达心神一震，他知道自己完了。
皇上，是罪臣嫉妒林玉，这一切都是罪臣的错，还望皇上不要降罪罪臣的家人。见刘达将事情一力揽下，皇后心中的石头也落地了。皇上，刘达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幸好公主慧眼如炬，没有被诬陷。凤仪公主向来心善，又临婚事，无一见血啊。魏景帝当然知道今天的事情是皇后设局，他只恨皇后做事不周密，竟然被苏成瑜逃过一劫。皇上因为刘达的诬告，皇后不问不查，就将凤仪公主和老臣的儿子当成了罪人。老臣之前愿意以神机营统领一职作为担保，就是相信皇上是明君，能够查明真相，惩处恶人。凌统领，你这是在逼迫皇上吗？老臣求一个公道，就是逼迫了慢。皇后宁母仪天下，可是以老臣今日所见，宁当真担得起母仪天下4个字吗？林洛金这话说得重，皇后却无力反驳。魏景帝闭了闭眼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刘达出于嫉妒之心，诬告凤仪公主和凌瑜有私，革其官职，打入大老秋后问斩，刘家全族流放边地，3代以内刘家不得入朝为官。话音刚落，刘达失了全身的力气，摔倒在地。怎么会罚得这么重？皇后身为中宫，却听信小人谗言，罚俸1年，晋云嫔为云妃，协理6宫。皇后双手握成了拳，不管心里有多恨，也只能认下这个结果。臣妾定当竭力为皇后娘娘分忧，不负圣望。处置了皇后和刘达，魏景帝怒气冲冲地走了，云妃也忙着跟上去安慰他。公主觉得自己今天赢了吗？皇后不就是想要告诉我，只要父皇向着你，我就永远不能将你怎么样？云妃在后宫全凭魏景帝宠爱，没有实权，就算是协理6宫，也不过是个傀儡。皇上终究还是心向皇后，准确地说是心向连家。父皇向着连家，是皇后娘娘的福气，只不过也要看看连家能不能承受得住这福气。皇后一下午都在忙着算计儿臣，只怕还不知道陈月的事情吧？这可是儿臣送你的一份大礼。皇后心中诧异，面上不显，带着宫人离开了。今日还真是多谢公主，否则凌家要遭大难。林统领言重了，但林统领觉得今天的事情是皇后一人所为吗？林洛金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如今在朝堂上拥护太子的多为文臣，没有兵权是太子的弱点。神机营虽然只有1000人，但若是太子利用这件事让刘达从他这里接手神机营统领一职，在京城自然也就多了一份保障。想到这里，林洛金后背冒了一层冷汗。臣明白公主的意思了。那这段时间还要麻烦林统领注意该注意的人。皇后和太子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是彻底将明家推到了自己这一边。或许这也是重整朝堂的契机。这一次不能再让苏锦梅登基了。嬷嬷，你明天从库房里挑一些疗养的药材，亲自送去百里府。明天想办法见到给延青开药的大夫，我总觉得这个大夫肯定有问题。第二天，徐嬷嬷一早就出宫了，将近正午才回来。从徐嬷嬷的脸色来看，事情似乎并不顺利。嬷嬷，发生何事了？老奴今天见了药方，不得不说那位大夫的医术造诣早已超出常人，若非老奴见识得多，只怕也辨认不出，这根本不是在治世子的腿上，是在世子爷的体内养毒。看来只能请鬼医出手了。莫非公主想请鬼医出面？可是鬼医是朝廷的通缉犯，若非藏匿在满是毒瘴的药王谷，早就被抓了。苏晨瑜顺手拿起徐嬷嬷放在桌子上的画像看了一眼，眼神瞬间凌厉起来。怎么会是这个人？嬷嬷，鬼医现在是能治好延青唯一的希望。公主，祭祀大典近在眼前，这一次您总得参加了，不然谁还能知道大禹有一位凤仪公主呢？凡是皇室之人，必然都是要参加祭祀大典的。但是自从苏晨瑜的母妃去世之后，每一次的祭祀大典，苏晨瑜总是恰好病了，无法出席。嬷嬷，听说护国寺现在都是记名大师在主理。公主，这记名大师确实是厉害，据说在预言这一方面很是灵验，所以颇受百姓的敬重。苏晨瑜不置可否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，就看皇后和太子能不能把这东风送过来了。很快就到了祭祀大典的这一天，从皇宫到祭祀大典主办地护国寺，大概要1个时辰左右。正当他们前往时，苏晨瑜透过车辇的帐幔看向外面，不知为何，心里有一种危机感。山似乎在震动，苏晨瑜抬头看上上面，有时候从上面往下坠落。护卫车队的将士立刻发现了，快停下，山上有石头往下掉。你们找个地方躲着。公主，你去哪里？从山上往下掉落的石头越来越多，马匹受惊，拖着马车狂奔，不少护卫只能奔走救人，场面一度混乱，尖叫声不绝于耳。苏晨瑜直奔百里延青的马车而去，看到坐在里面的百里延青安然无恙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我带你下去，这里不安全。这是山崩了吗？逐一还是难以置信，就在刚才那么短短的几分钟内突生巨变。不是，山崩掉下来的都是巨石。苏晨瑜观察从上面掉下来的落石，果然这些石头好像都是特意挑选过的一样，大小差不多。很显然这不是山崩，是人为的意外。不玩。信王和信王妃原本是和苏岑固一起的，没想到中间被人冲散了，一块石头直直地砸向苏岑固。信王和信王妃着急的大喊，却无法冲过乱石和人群去救苏岑固。小姐，快躲开！
苏岑顾的丫鬟花儿也注意到了那块石头，她伸出手想去拉开苏岑顾，没想到这一喊反倒是让苏岑顾注意到了眼前的险境，反倒是将花儿拉了过来，挡在了自己面前。石头砸在了花儿的背上，花儿嘴角溢出鲜血。苏岑顾把将花儿推开，然后跑向信王和信王妃那一边。妈娘，阿哥，刚刚吓死我了！哎，那你为什么打我？花儿刚才是要救你，你怎么能用它挡灾？信王妃看着倒在地上爬不起来的花儿，想要去把它拉回来。那边危险，不要过去。你还能起来吗？苏晨瑜伸出手将花儿从地上捞起来，足尖轻点地面，躲开乱石，带着花儿落在了信王妃身边。谢谢你。不是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巨大的原石冲向百里延青，苏晨瑜下意识地挡在百里延青前面，想要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巨石。百里延青翻身将苏晨瑜护在怀中。众人不敢相信自己刚才看到的场景，他们口中的废人竟然能凭借内力炸裂了巨石。延青，你怎么样了？百里延青猛然吐出了一口鲜血，昏倒在苏晨瑜的怀中。阿弥陀佛。随着一声念佛声，一切动静都停下了。一位僧人从前面走了过来，不少人立刻就认出了他，是记名大师，大师来救我们了。在这种危险时刻，出现这样的人，能够停下落石。众人看他的眼神，宛如在看神明一般。纪明走到了略显狼狈的魏景帝和皇后面前，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悲悯。皇上和皇后可无恙？大师这是来救朕的。贫僧算出今日有灾祸离世，视为不祥，亲身前来推散祸患。今天还真是多谢大师了。一个出尘飘逸，一个狼狈至极。魏景帝是不能接受自己在其他人面前如此失态的，哪怕这个人是德高望重的记名大师。可惜皇后看不明白，还当着魏景帝的面向记名道谢。苏晨瑜让逐一护着百里延青，他走向了魏景帝这一边。皇家祭祀大典，应当前3日便要占卜祸福之事，大师能占出祸事，却偏偏在事发之后才出现，到底是你有意为之，还是你能力不足，算不出来具体的时间？凤仪，休得对大师无礼。不知记名大师能否为本公主解惑？大师，朕这个女儿就是好奇心重，你不要见怪。魏景帝这句话就代表着他站在苏晨瑜这一边，问纪明要一个答案。世人尊敬纪明，那是因为他们是百姓，是臣子。可是魏景帝是帝王，他不能容许自己的臣民敬重信任一个僧人多过于自己。公主，这一次是贫僧来晚了一步，幸好没有酿成大祸。纪明大师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承认自己无能的时候还这么的理直气壮。听着苏晨瑜的话，魏景帝心里很是解气。同样的，苏晨瑜也在看着纪明，纪明是他见过的伪装最好的人。上一世就是这个人掀起了大禹朝堂之乱，在护国寺犯下了累累恶行。阿娘，她不过是一个丫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她？岑顾，花儿是为了你才受的伤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无义？我们家买了她，她的命就是我的，她保护我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你是我亲自教养长大的，可是我教你的你永远都听不进去，以后花儿就留在我身边伺候。当娘，你为何如此偏心一个丫鬟？信王妃没有再说什么，扶着花儿走了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不是公主先来护着我的吗？公主，你希望我能平安，我也希望着你能平安。为你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你相信那个为你治腿的游医吗？我信他能治好我。百里延青能够感觉出来，自从陈硕为自己医治双腿以来，他的情况越来越好。可是我更相信你，别人或许会伤害我，但是你永远不会伤害我。陈硕是我父皇的人，如果一直按照他的方法治疗，延青你身体吃不消，而且父皇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。不用苏晨瑜解释，百里延青已经明白了一切。原来这就是帝王的猜疑之心。可是陈硕这个人我查过，他的确是江湖游医。陈硕这个人的确有本事，他毕竟是诡异的徒弟。诡异？20年前樊城叛乱，当时还是皇子的父皇带兵平叛，战役后突发疫病，诡异医术高超，可就在那一次偏偏就出了意外，害了一城的人，因此诡异也被朝廷通缉，躲在了药王谷。不过当年那场疫病不是病是毒，他当年是一个想要夺位的皇子，不愿意得罪樊城的那些官员，所以就只能解决百姓，只要百姓活不下来，那叛乱就不会再起。陈硕是诡异的徒弟，他在樊城被判诡异，父皇就联合陈硕将樊城百姓之死的罪名推在了诡异身上，从那之后陈硕也成了他的一枚暗棋。先帝是宅心仁厚的明君，没想到魏景帝与先帝还真是一点都不相同。百里延青心中有一种无力的沉痛感，百里一族效忠的皇帝竟然是这种人。陈硕必须要除掉，欺师灭祖之人，若是留下来，只会变成祸患。而且这也是让诡异帮你医治的敲门砖。陈硕可以除掉，但你不能去药王谷冒险。你不在乎腿疾了吗？我知道公主不在乎，那我的在乎就没有意义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去药王谷冒险的。至于陈硕，此时自都不为过。既然他是父皇的暗棋，那就让他自己来除掉这枚棋子。我有什么能帮忙的吗？你那边还有人手吗？你要多少人？等会儿跟逐一直接说就好。夜幕降临，几道震人的雷声响起，随之就听到了四周沙弥的尖叫的声音。是天雷，天雷劈了凤仪公主院落里的老树。这里是凤仪公主住的地方。是。那凤仪公主可有受伤？多谢皇后娘娘关心，儿臣并未受伤。皇上，雷劈老树是天罚，这是上苍在示警，必有祸患。皇上，这棵老树在护国寺中已有100余年，从未出过事。偏偏凤仪公主今天住在这里，这树就被雷劈了。为保我大禹国运，还请皇上重视。不少文臣上前请命，纷纷跪在了雨中，意思很明显，要魏景帝除掉苏晨瑜。
你们这是在说雷劈老树是上苍对我的示警？凤仪公主，今日上山半道上出现了落石，几名大师已经说过了，是有灾星。之前几次祭祀大典你都没有参加，这次参加就出了事，老臣不得不怀疑。公主，你若是当真为大禹百年基业着想，就应当舍身。皇上，凤仪公主是灾星，若是活着，必当回大禹国运。或许这一切都是巧合，敢说一朝公主是灾星，你们可知是什么罪？皇上，大师前来是有什么指引吗？皇上，贫僧在祭祀大典前占卜，卦象显示大禹恒生在星，有凤来仪，实则克运，木实示警，是上苍对大禹的仁赐。皇上，老臣之前夜观星象，民星转移，乌云蔽日，若是灾星不除，大禹将有大难。皇上，还请赐死凤仪公主。诸位大臣都是这么觉得吗？皇上，请三思。凤仪公主若真是灾星，为何出生时没有事情，反倒是在这个时候才有事情？只怕是有人故意为之。王爷这是什么意思？觉得当初没有正道江山，就想毁了这江山吗？皇上，不能仅凭一个和尚和一个钦天监的官员说的话，就定了公主的生死。哼，皇上，凤仪公主近来所做的事情，实在是有悖人伦，或许就是上苍都看不过去了，才会降此警示。魏景帝想到了苏晨瑜之前杀了那么多工人的场景，心中有些慌乱。苏晨瑜真的是会毁了大禹的灾星吗？皇上，公主是破军命格，命主凶煞，杀气过重。若是破军气运过盛，那紫微星就暗淡了。纪明大师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本公主死呢。公主，您是死是活对贫僧来说并无意义，贫僧只不过是实话实说。凤仪，你是大禹公主，生来尊贵，享受着荣华富贵，也是时候为大禹做一些事情了。父皇觉得儿臣一死能换来大禹的永世安定。公主，请您为了大禹江山考虑。本公主从来不信天命，只相信人定胜天。父皇，您身为一国之主，今日可以因为几句话，以及众位大臣的跪地请命，赐死一国公主。那他日若是他们说你是灾星，求你一死保大禹江山，你可愿意呢？这些人能说苏晨瑜是灾星，若哪日看我这个皇帝不顺眼了，是不是也要请自己死？皇上，紫微星已经无比暗淡，若是破军之星再盛，紫微星就要被遮盖了。凤仪，父皇是一国之主，自当考虑整个大禹。他日若弑朕会为大禹带来不幸，自然也不会推脱自己的责任。皇后看着苏晨瑜，眼中满是志在必得之意。今天这是特意为苏晨瑜设下的死局，天意和群臣请命，苏晨瑜注定无法破局，除非有本事他杀了这里所有的大臣。可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还能活吗？